你好，修网络的，你看了哪里断网了？就我们整个那个猫啊，你看呢？全部断网了吗？嗯，我先检查一下。这期是来接盗版维修网络，都断网了。事情挺着急的，因为这边全部的电脑都断网了。很多师傅一听是公家的网络，怕给折腾坏了，所以只能喊我过来了。开始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，因为我看到他们两处地方都有网络信息点，一个在这个角落，分别有2个光猫和一个16路的交换机，另一个则是在这个机柜里面。估计很多人一看到这些设备就无从下手了。其实我们没必要搞懂这些设备，我们只要弄清楚哪些设备是负责他们网络就行了。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一台断网的电脑，然后查询一下它 IP 地址。我看到了他们网关是192.168.1.1，那么我们就浏览器输入这样的地址，进入它的后台，看看它是哪个设备负责的。地址输入完毕后，原来是 TP-Link 的路由器。这里我又尝试输入默认的密码，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进入后台，从而查看它的断网原因。但可惜的是，它这个型号压根就没有默认的密码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只能作罢了。既然这路由器断网了，那么我们就要找到这路由器才行。但是我来到润江和机柜那边找了一番，愣是没有看到 TP 的路由器。这种情况下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个 NPC 来问下这个 TP 的路由器到底在哪里。那路由器在哪里啊？里面这个呢？看那个，不知道是里面这个还是这个哪个？让我想不到的是，这里还有个小路由，这下麻烦了。设备越多，代表的网络越复杂。但眼下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个 TP 的路由器。里面还有一个。经过了 NPC 的带领下，我很顺利的就找到了这个 TP 的路由器。我这边大概看了下它的线路，发现它万口的灯是亮的。这种情况下我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来，我只能用电脑上去再次确定下它到底有没有网络。我电脑连接上去后，发现它确实是没有网络的，那我只能上群里看看它万口是接到哪个设备上的。我优先来到最可能的润江找找，结果运气挺好的，还没有10秒我就找到了这条线。我接上了群里，发现它是没有断线的情况，那10有8九不是光猫问题，就是路由器问题了。但是我这里看了下光猫，发现它是没有亮红灯了。当时我就有点怀疑是不是光猫欠费了，但想了想，公家的网络怎么可能会欠费呢？而且我来的时候我还一直听到他们电话响个不停，所以这里我就尝试给光猫和路由器都拔电重启一下，看看网络能不能给恢复过来。重启完毕后，我等了许久，路由器还是迟迟的没有任何网络，我只能再去光猫那边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正当我要准备检查光猫的时候，结果一个 NPC 就来了一句：反正一到下雨天就出问题了。啊？一到下雨天就有问题？这100%出问题。你们这里下雨就会出问题？反正2次了。一下雨就断网，还出现了2次。确实，我过来的时候，外面是下了场雨，当时我就怀疑是不是外面的分光器给进水了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就打电话问运营商了，让他查询一下这边的线路是否正常。但是问题来了，这光猫上面光秃秃的，连个账号都没有写，就算打过去，人家也没办法帮你查询了。当时我又问了他们一圈，愣是没有一个知道宽带账号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尝试进入光猫的后台，看看能不能在里面找到他的宽带账号。可惜的是，这光猫还是桥接模式的，并没有保留宽带的账号。这种情况我只能打电话给运营商，看家报这里的地址能不能查询到账号。为了保证服务质量，您本次通话可能被录音，我们百倍努力，期待您的10分满意评价。我这边报个地址，你帮我查一下那个宽带账号哦，是否正常？抱歉，地址查询不了，只能报账号。账号吗？对，只能报账号，地址查不了的。但是那光猫上面连账号都没有。那这是用个人的身份证开的吗？还是企业开的？企业开的吗？对呀。有没有什么手机号码跟宽带是捆绑在一起的？这里的工作人员连宽带账号都不知道，更别说知道宽带绑定哪个手机了。遇到这种情况确实挺无解的，但方法还是有的，那就进入这路由器的后台，就能知道他宽带账号了。
但是问题来了，面对管理员密码这拦路虎还是挺头疼的。但是小胡朋友就是多，马上摇了个朋友，他就帮我搞定了管理员密码。我就这样进入了后台，找到了宽带账号，于是我就打电话给客服。我好，请问什么可以帮你？你好，我想查询一下我的宽带目前是否正常，我报下我的宽带账号给你，0898。检测核实的话呢，您当前这个号码已经提示欠费停机了，先生。欠费停机？是的。当时一个 NPC 也在旁边听着，但他否认了欠费。还有200多块钱。还有200，但是我打电话他就说欠费了。690。这电话欠费吗？我看看，宽带和不是这个。这个是什么号码呀？我也不知道你们这种是什么号码，反正47什么什么的。这是你们的宽带账号，你们查一下。不管怎么说，客服已经核实了，是他们宽带欠费。当时我又拿了这宽带账号问了一圈，结果他们没有一个人是认识这宽带账号的，甚至都不知道如何缴费。这种情况我就没办法了。总之他们全体断网的原因就是欠费导致的，我能做的只有把查询到的宽带账号提供给他们，让他们自行缴费。好了，这是我日常的工作，希望我的排查思路会对你有帮助。屏蔽网线为什么要接地？这么说吧，屏蔽线不接地，那还不如普通的网线。前段时间我就遇到了一个案例，客户用的是7类双屏蔽线，但是由于没有接地的原因，导致这网线连1000兆都跑不了，只能跑到100兆的速率。要知道，这网线它可是支持10000兆的速率，所以这期我就讲下屏蔽线如何接地。首先我们准备了一条屏蔽线，然后给它剥皮，剥皮完后我们就会看到它有一层金属编织网，这些金属编织网可不要给剪了，因为它是用来做接地的，我们得把它捋下来。捋完毕后，我们就把包裹网线的屏蔽锡纸给解开，其他的也是一样，这个过程我就一笔带过了。全部剪完毕后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处理这些金属编织网了，我们尽量的把它往后捋。如果遇到有些编织网无法往后捋的，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稍微给它剪掉一些。好了，把全部的编织网往后这样捋就行了。接着我们就开始排线了，线序是橙白橙、绿白蓝、蓝白绿、中白中，这属于打水银头的基本功了，这里我就不多赘述了。排序好后，我们就准备拿剪刀给它斜着剪开。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能穿这个排线器。排线器穿进去后，我们就用水银头来确定一下它适合的长度，然后我们再把多余的网线给剪掉。剪完后我们就上水银头吧。这里我看到它8星都到位后，我就用压线钳给它压2下。好了，水银头压完毕后，我们就要让后面这硬尾夹充分的接触到这些金属编织网。这里我不小心把硬尾夹的2边抱手给掰弯了一点，导致我后期用压线钳在压的时候，这水银头打的就没那么好看了。但这个不影响实际的使用，我们这里可以用尖嘴钳来适当的调整一下。调整完毕后，我们就把后面多余的金属编织网给它剪掉。这样的话，一个接地的水银头就给做好了。如何确定它有没有接地呢？这里我们可以用这个电笔来测试下，这电笔是城阳电工推荐给我的。为了不影响大伙观看体验，我后面再给大伙介绍一下这电笔好用之处，大伙注意看我的手。这就证明了2个水银头它是互通的。接下来我就把它接到交换机上，给大伙看看它接地的原理了。首先，交换机必须是这种带3插电源的才行。我用电笔碰一下水银头的硬尾夹，然后我用另一只手摸交换机的地线。大伙看吧，这水银头和地线是连通的。我摸火线或者零线的时候，这电笔它是毫无反应的，这就说明了网线已经成功接地了。这里我们再接个插排试试，看看它还能不能成功的接地。大伙看吧，效果它是一样的。好了，一个接地的水银头就这么给做完成了。很感谢你们能看到这里，接下来就花1分钟的时间听小胡介绍一下这款电笔的好用之处吧。这电笔我之所以推荐它，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它的感应式测量。比如我这样隔着电线表皮，它发出响声，
那么我就能知道它有没有电了。开始我以为这功能它是非常的鸡肋，但实战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功能是非常的实用。每次检查之前，我总是习惯的用电笔去感应一下它到底有没有电，这对我这个怕电党来说真的是很方便的。大伙还记得我们弱电行业还有这种接法吗？那就是网线接220伏。如果你用这电笔碰了下网线，发出了这样的声音，那你就要格外的注意了，它很可能接了220伏的电。不过我还发现它一件特别有趣的事，我给手机充电器和一些路由器测试，它也都会响，但唯独 PoE 它就是不会响，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了。总之它特别的方便。至于其他的功能，比如测电压它会显示多少伏，还有测中断这类的，我就不细说了。总之我对它评价就是非常的实用。